史上第一次，中国的保险公司竟然也爆雷了。是的，2025年9月30日，天安财险那一纸公告，像一颗定时炸弹，在11长假前的金融市场炸裂开来，53亿元的资本补充债券无法按期兑付本息。这不是小钱，这是保险业历史上第一例资本债券违约，一瞬间击碎了市场长期以来的最后安全幻觉。要知道，中国人几十年来的安全感，大多是用银行加保险这2个字堆砌起来的。银行能垮，保险绝对不会垮，这是无数中产、老百姓乃至企业投资者的心理底线。但如今底线没了，53亿本该稳稳兑付的债券，如今成了一张废纸。为什么这么恐怖？先看时间轴。2015年，天安财险发行15天安财险债券，利率前5年 5.97%， 后5年飙升到 6.97%。当时一堆银行、保险机构疯抢，觉得这绝对是稳赚不赔。2020年，明天系被全面接管，天安财险陷入风暴，但债券继续挂账，利息停付。2025年9月30日，到期日爆雷违约，市场轰然一震。这是一个长达10年的骗局，投资人满心以为保险公司不会倒，结果在11前夕发现，保险公司的债券比 P2P 还危险。更荒谬的是，天安财险的解释让人笑不出来。公司公告写道：我们不是不想还，而是如果还了，我们就会死。根据规则，公司必须在偿还本息后，保证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 100%， 并有能力清偿其他负债。目前条件不具备，所以不能还。听明白了吗？不是没钱，是钱太少，拿去还债，就连自己都撑不下去。这句话像一记耳光，抽在所有投资者脸上。原来所谓的安全阀，最后成了堂而皇之的赖账理由。天安财险为什么会走到今天？根子还是出在明天系。大家还记得2020年的包商银行事件吗？那时包商65亿二级资本债被全额减记，本金一笔勾销，累计 5.86 亿利息不再支付，市场吓傻了。如今天安财险的违约，无疑是那场金融风暴在保险业的岩石回升。事实上，天安财险早已千疮百孔。2019年，天安财险要兑付高达550亿元的理财险，几乎被资金链掐死。为了活命，他疯狂抛售资产，清空了持有的兴业银行股权。2019年前3季度，公司亏损 29.24 亿元，投资收益直线跳水。2020年，监管接管，债券利息挂账，从此投资者等来的只有一次又一次的借口。2024年，申能财险接手其保险业务，但偏偏53亿的债券不在承接范围。换句话说，保单有人兜底，债券没人管，投资人血本无归。到今年6月，监管总局终于下狠手，吊销天安财险和天安人寿的业务许可证，相关责任人竞业。可问题是，对投资者而言，损失已经造成，再也无法挽回。53亿违约不只是一个数字，而是击碎了无数投资者最后的信任。为什么说保险公司违约才是真正的大危机？过去10年，中国金融市场的雷，大家见过太多 P2P 爆雷、房企爆雷、城投债逾期、银行破产，人们早就麻木了。可唯独保险行业一直被视为最后的安全港。因为保险公司的逻辑很简单，他们收了保费，理论上有稳定现金流，背后有大股东，有监管，按理说最不可能出事。可是今天，天安财险打破了这个神话。它让市场第一次直面一个问题，连保险公司都可以赖账，那中国还有什么是绝对安全的？这不仅是金融市场的问题，更是社会心理的问题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辛苦打工，
把钱交给保险公司买理财，最后发现保险公司说还了钱我就死，所以不能还，你还敢相信任何金融机构吗？更糟糕的是，天安财险不是孤立事件，它是明天系的余震，是金融风险堆积的冰山一角。天安财险之后，市场立刻联想到另一颗定时炸弹——天安人寿。这家公司也有一笔20亿的资本补充债，将在2025年12月25日到期。5年前他也没赎回，如今的状况几乎复制天安财险。当时投资人心里已经凉了一半，今年12月，第二颗雷是不是就要响？别忘了，华夏人寿、易安财险也都在今年经历了清算、接管、吊销牌照。尤其易安财险，如果不是比亚迪全资收购，更名为比亚迪财险，今天恐怕也早就进了垃圾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保险业不再是你以为的稳健行业，而是下一片雷区。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数据，截至2024年底，全国保险公司总资产28.9万亿元，其中寿险公司占比约74%，财险公司占比约26%。而在这巨额资产背后，是层层嵌套的投资、理财、债务。只要其中一环断裂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为什么说这次违约尤其要命？因为它发生在11长假前夕。想象一下，本该是举国欢庆、消费刺激的黄金周，结果投资人却在朋友圈刷到保险公司都赖账了。这对市场信心的打击，不是一个53亿可以衡量的。在资本市场里，信任比金钱更重要。一旦信任塌了，再多钱也补不回来。而这次信任真的塌了。有人说53亿算什么？中国动辄几万亿的经济盘子里，不就是9牛1毛吗？错，53亿的违约不是数字的问题，而是信心的问题。它打破了一个金融业最脆弱的隐性规则：保险公司不会倒。就像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时，很多人也觉得一家投行倒闭而已，全球金融系统不至于崩塌吧。可结果呢？雷曼倒下的那一刻，世界金融体系瞬间陷入冻结。今天的天安财险就是中国版的雷曼警告。因为保险公司是债券市场的大买家，股市的稳定器，地产的资金来源。他们一旦失血，整个市场都会抽搐。违约不是孤立事件，而是积压的总爆发。过去几年，中国的暴雷名单越来越长。恒大2021年违约，2万亿债务压垮无数上下游。碧桂园2023年陷入债务危机，房企神话彻底破灭。中植系2023年底资金链断裂，涉及上百万投资人。地方城投2024年起陆续爆出逾期，隐性债务冲上台面。现在轮到保险业了。这就像一栋大楼的承重柱子，过去几年已经被一点点掏空，地产塌了，影子银行塌了，信托塌了，地方债摇摇欲坠。如今连保险这一根最坚固的柱子也出现裂缝。试问这栋楼还能撑多久？有人问，为什么偏偏在2025年爆？答案很简单，中国经济的缓冲垫已经消失。GDP 增长疲软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 GDP 增速仅 3.7%， 创改革开放以来新低。消费不振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仅 2.1%， 远低于官方目标。资本外逃，2024年全年外资净流出超过2000亿美元，股市资金持续失血。地产拖累，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滑 15%， 土地出让收入暴跌，地方财政雪上加霜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保险公司的投资渠道全面失灵，投地产亏钱，投股市套牢，投债券又遇上违约潮。最终，资金链崩塌只是时间问题。天安财险的违约只是第一个被戳破的泡泡。最可怕的
并不是金融机构的倒下，而是普通家庭的信任彻底坍塌。想想看，中国家庭的资产配置，过去10年几乎是同一条路：房子加银行理财加保险。房子现在跌成了负资产陷阱，银行理财2022年理财净值化后暴雷一波，保险今天也爆了。这意味着中产花了几十年辛苦建立的资产体系，在短短3年内全线崩溃。有财经评论一针见血地说，中国中产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安全锚，这才是真正的灾难。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，未来还埋着更大的雷。天安人寿那笔20亿债券将在2025年12月25日到期。圣诞节本该是节日，却可能变成中国金融市场的死亡日。如果天安人寿也违约，那意味着天安系的保险债券将彻底沦为垃圾。到那时，投资者将不再相信任何险企的资本债。更糟糕的是，整个保险行业的融资成本将飙升。没人愿意借钱给保险公司，那保险公司拿什么去投资、去兑付、去维持现金流？这就是一场恶性循环。过去10年，中国金融市场最擅长的就是拖。一旦爆雷，立刻接管、重组、换壳，把危机一层层盖起来，拖到未来再说。但问题是，未来终究会来。2025年，这一层层遮羞布终于揭开，地产债、信托债、地方债、保险债，所有积压的风险同时暴露。这不是一家公司一笔债务的崩盘，而是一个时代的终结。11黄金周，天安财险的违约，像一声丧钟，为节日蒙上一层阴影。它告诉所有人，中国金融的安全幻觉已经破灭。或许今天的53亿只是未来无数个更大数字的开端。房地产暴雷让人失去家，信托暴雷让人失去积蓄，银行暴雷让人失去信任，如今保险暴雷让人连最后的安全感都没了。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违约，而是一场系统性危机的前奏。